个沙梨。常逛硬件论坛的观众应该知道，前几年 DIY 社区很流行各种无用论，其中顶流当属于显存无用论，还衍生出了610疯牛病这个梗。但发展到今天，如果满分是10分，你会给显存的重要性打多少分呢？可能是近期临近开学，我私信中纠结8G 显存能否满足游戏专业需求的提问特别多。为了今后的学业和未来发售的几款虚幻五大作，需不需要加钱上显存更大的5070 Ti？目前游戏本屏幕的主流分辨率已经来到了 2K， 一些创作本会搭载更高的 2.8K 甚至是 4K 屏，涉及到动画、传媒、理工科专业的专业应用，显存需求也在逐年的提升。哪怕我们不以未来3到5年为目标，仅看当下，各位有这种担忧也实属正常。首先是近2年内发售的主流3A， 我们可以看到多数虚幻五游戏原生 2K 会占用8到10G 显存， 4K 大概会吃掉12G 以上。开启全景光之后，显存需求还会进一步提高。当然，很多新游对显存需求的陡升是材质高清化产生的，和引擎关联不大。不仅是虚幻五，育碧的 Anvil 引擎、Capcom RE 引擎、CE3 制作的新游，只要材质拉满，对显存需求都不可小觑。甚至连魔兽世界这种上古网游，材质高清化后依旧恐怖。你敢信魔兽10档特效加几个常用插件 2K 会吃掉你8G 显存？除了游戏，最新的飞边软件也开始变成显存大户。PR 2025导出 4K 视频时，硬件加速模式可以吃掉10G 显存，达芬奇20随便加点特效，小显存直接就裂开了。通过我们大量实测来看，如果你是以 2K 分辨率为目标， 12G 显存在近几年属于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水位线，也就是笔记本5070 Ti 这个档位。作为 UP 主，如果只是提出问题不去解决，只会给观众增加焦虑。很多学生党选择8G 显存笔记本的主要原因是受限于自身的预算，但如果你愿意接受合理的设置，那么恭喜你，8G 显存至少在近2年不用过于焦虑。如果预算足以选择12G 的5070 Ti 笔记本，并合理的设置，大概率能在3到5年内当 2K 钉子户。目前公认最吃显存的游戏特效就是材质和分辨率，不过游戏一降分辨率就特别糊，为此行业内诞生了超分采样技术。只不过前几年超分还不太成熟，产生了大量的超分无用论。目前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 K 模型，大部分游戏开质量档，即使在巨屏上，其实很难发现和原生的区别。而以14寸、16寸为主流的游戏本，因屏幕小、PPI 高、2K 开均衡，甚至性能档 K 模型画质也很够看。我们以33号远征队为例，只用在 2K 下把 DLSS 拉至58以内，8G 显存瞬间就够用了。此时再降低我上期视频分享的全局光照、阴影、植被、反射、虚幻五4魔王嘛，这是5060笔记本优化前，而这是优化后。只要用这一套虚幻五轮椅，大部分虚幻五新游仅用超分就能满足 2K 60帧，5070 Ti 以上的笔记本直接 2K 近90帧。开这真诚就是不讲武德了。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显存余量，考虑是否开启多帧生成。不过针对 2K 能吃掉10G 以上的显存杀手，8G 显存用户除了要开 DLSS， 还需要降低1到2档的材质。很多新游占用显存的大头都为闭边和文理流推送，不太会像以前的老游戏材质一降糊成一团。如果不打 UI， 你真的能看出怪猎荒野材质最高和高的区别吗？
所以只要接受 DLSS 加排除魔王特效这套组合拳，8G 显存可以不用焦虑当下的显存杀手。New perspective gain from all the pain and stress. And when I do come back, I'm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. So 你会发现，索尼、卡普空这种喜欢强制 TAA 的厂商，开 DLSS 画质甚至比原声更清晰。而目前各种无用论中，声量最高的当属于光追无用论。但事实上，很多新友直接开始强制光追，甚至显卡没有光追单元都不让你进。且大多数的炫舞游戏没做好预烘焙光栅化光影，极度依赖 Lumen 全局光照。如果你是以追求新游为目标，那就别只看传统光栅，除了显存，光追性能的权重只会越来越大。不仅是游戏吧，很多动画、传媒、理工科专业常用的专业应用，对于 GPU 的需求也在逐年的提升。为此呢，我也准备了一些建议，希望对于各位观望5060、5070笔记本的学生党产生一些帮助。如果你有生产力的需求，那么游戏对显存的需求简直像小儿科。中小规模的 30B 本地语言模型24GB 起，质量稍高的图生图模型显存少于16G几乎无法运行。50系笔记本最让人欣慰的就是支持 FP4 量化，让民用级小显存 GPU 跑 AI 从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我们以 Flux.1 为例，在去年需要一张24G 的显卡，但当我们使用 FP4 后，你们看显存只用了多少？只不过目前关于 FP4 的部署教程较少，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扣一波一，之后我会做一个小白项的部署教程。如果你是传媒类的学生，在看评测时别只参考 PR 和达芬奇的跑分，因为不同视频格式对于硬件的需求是不同的。其中公认对 GPU、CPU 最友好的编码就是苹果的 ProRes， 但低 buff 是容量过大，4K 下几秒钟就几个 G， 还必须 SSD 才能正常预览。个人非常建议4060到5070的用户，在达芬奇中先把视频格式用英伟达编码器转成 H265， 转码后再进行剪辑。此编码对 N 卡极其友好，容量比 ProRes 小了几十倍，清晰度也差不了多少。亲测上传 B 站，画质损失比 CPU 编码更小。最鹰霸的是预览流畅度，5060一口气叠个7、8层，甚至都不带卡的。4K 完整预览，显存也就吃5到6G。如果你是常用 Blender 的动画数媒专业，又买了50系笔记本，个人十分建议各位使用 Optics 渲染器。此渲染器对于50系显卡有神秘优化加成，实测快了近3倍，强烈安利。如果各位接受这种专业软件的设置建议，那咱们之后的配置优化节目，除了游戏，还可以增加针对各档显卡在专业应用上的优化方案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也想对近期有购买笔记本需求的学生党提出一些决策上的小建议。如果是以寿命、性能、价格多方面因素考虑，我认为当下选5070 Ti 笔记本是明智的选择。论保命有 DLSS 12G 的显存基本能满足当下 2K 游戏主流生产力所需。论移动性140瓦功耗就可以喂饱，噪音、重量、散热极易控制，甚至外出可以用霹雳快充。论价格比80、90档笔记本更为友好。目前基哥5070 Ti 笔记本叠加国补8000块就可以入手，即使拉满上 ROG， 搭载5070 Ti 加 X3D 的魔霸9，基本可以控制到10000元出头。只不过学生党的主流预算是5到6000元，所以我不认为现阶段买5060、70笔记本不明智，因为预算就卡在这儿。只能说你选择8G 显存后，该开 DLSS 就开，该降材质就去降。当然，我更希望的是 NV 的神经网络材质压缩技术能够快速普及，让显存容量不再成为玩家的焦虑。如果你在攒机做抉择时听到叉叉无用论，可以一笑了之。最新的寒霜引擎游戏大概率会击碎多核无用论。陆续发售的炫舞游戏会教为光栅论做人。
5年前不听信显存超分无用论，毅然选择了306012级的观众，在 DLSS 的加持下，大概率还能再当3到5年的钉子户，实现一张甜品占10年的成就。如果想当赛博钉子户，选硬件时只用记住一句话：我可以现在不用，但你必须得有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！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！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